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为何今年英超豪门转会不复当年之勇。那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窗的英超豪门少了往日的疯狂，每个都文静了不少。利物浦呢还在作弊上官，土豪曼城呢也只有一笔2500万欧的小签约。阿森纳老板呼吁球迷们要耐心，而切尔西呢忙着在卖青训，在合同都没签好的情况下，就逼得自家青训加拉格尔到马德里去住了5天。那过去几年每个窗口都有好几个亿元级别的签约，莱斯、凯塞多、恩佐、安东尼、格拉利什、卢卡库，但截至目前为止，英超迟迟没有出现亿元级别的签约，目前的标王反倒是曼城出售小蜘蛛。当然了，夏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是目前的种种趋势都指向了一个词，就是财政公平法则。即便是腰缠万贯的豪门，也可能受限，无法签下自己心仪的球员，甚至不得不出售球员来屏障。有朋友会问呢，财政公平法则早就有了，凭什么到这个夏天才开始影响豪门呢？那这就要说到财政公平法则的细则了。英超的财政公平法则叫做 PSR。PSR 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一个俱乐部过去3年的营收亏损不能超过 1.05 亿英镑。那大家不要觉得英超球队都是印钞机，达成这个目标很简单，实际上足球俱乐部应该是最烧钱的生意之一了。在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间，英超只有3个俱乐部是盈利的，他们就是商业鬼才的热刺、艰苦朴素的利物浦以及降级英冠的伯恩利。那为什么足球俱乐部这么烧钱呢？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愿意高价买足球俱乐部呢？那关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胖叔留言，我们以后专门做视频给大家讲解。那说回到3年亏损小于 1.05 亿英镑这个小目标， PSR 呢也是给了一些特例，有3种情况是不算在亏损的计算里的。第一呢，就是新冠导致的亏损；第二就是建新球场的投资；以及第3点，青训和女足的投资。知道了这3点呢，我们至少能够知道为什么到了今年夏天，豪门才仿佛大梦初醒一样，集体重视 PSR 了。当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年埃弗顿和森林都因为违反 PSR 被扣分。虽然埃弗顿因为上诉有了一些豁免，但是这招杀鸡儆猴也让英超诸强都知道 PSR 也不是一纸空文，还是要重视起来。另一个原因是按照3年追溯的话，至少去年为止，20到21年间的新冠亏损就都能够刨除，这样在做账和计算的时候呢，还是有弹性。不过今年开始3年追溯期就没有新冠的弹性了。理解了 PSR 就能回答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热刺和阿森纳都要建新球场，格雷泽为什么要卖曼联，为什么拉爵爷到了曼联就张罗重修训练场，甚至为什么豪门这几年都忙着卖青训，切尔西要给8年合同，高额签约越来越年轻，以及签霍伦和签凯恩谁更划算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这个话题太长，胖叔在这里卖个关子，如果这期视频点赞破5000，胖叔就专门就 PSR 对球队运营策略的改变做一期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新视频可以早日和大家见面。大家好啊，我在这里补录一段解释一下。大家也可能注意到啊，刚才这段视频特效用的毫无来由，有点丧心病狂。我也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主要是我2周前做前一个视频的时候呢，开通了一个7天的这个特效试用。我本来打算试用完7天之后把它给关了，结果把这事给忘了，但还是带的有点脑子不清醒。结果他现在给我续了1个月，收了我好多钱。你说要是大概30-50我也就算了，但是真的收的有点多，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得把这个特效多用一用，要不然我心里不平衡啊。虽然我是学经济的，这个是典型的沉没成本啊，但是我毕竟还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个理性人，所以我真是迈不过去这个坎儿。我老婆也很不高兴嘛，就是说毕竟还需要我带孩子嘛，甚至说我前一期视频说什么5000赞才能更新，那显然都不是真心想要再做下一期视频了，就是想要好好带孩子了。结果现在我非要做这个视频不行，那现在还得抱着孩子做视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谴责一下这些厂商，收费实在是太高。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支持，多给我点赞，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能够让我把我这个特效的钱赚一点回来。谢谢大家，我们回到正片啊，不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简单看看英超豪门目前为止的夏窗操作。首先是我们的卫冕冠军曼城啊，截至目前为止呢，曼城只花了一笔小钱2500万欧签了巴西小将塞维尼奥，反而是转手8000万欧把小蜘蛛给卖了。那也许后面夏窗还有故事，但至少目前来看，希望之星离队，德布劳内等几个核心又老了1岁，曼城的阵容强度是减弱的。因此在英超名记的赛前预测上，4个里3个都预测今年的冠军会是阿森纳。
对曼城的新赛季前景不甚看好。雪上加霜的是曼城刚赢下了社区盾。喜欢英超的朋友们都知道，所谓的社区盾魔咒，就是赢社区盾的球队最后都拿不了冠军。过去13年，仅有2018年唯一一次有球队打破魔咒，赢了社区盾，最后又拿下了英超，恰恰是我们的蓝月亮曼城。然而至此之后6年，不仅是社区队胜者拿不到英超，反而恰恰是社区盾败者拿到英超。19年的社区盾，曼城点球战胜利物浦，最后是利物浦英超登顶。20到23年4年时间，曼城先后输给了莱斯特、利物浦和阿森纳，最后却是英超4连冠。那有朋友会问了，那我们今年24年曼城社区队赢了曼联，你的意思是曼联要英超夺冠了？朋友们，首先我们这里是足球板块，不是科幻板块。如果想要看幻想系的作品，推荐我个人很喜欢的《假如三上优亚是我的女朋友》，番号是 TEK07。幻想系的作品很多评论区好心人留一下番号。那其次呢，我这期的题目讲的是英超豪门，曼联作为联赛第8，和豪门的关系不大，我们今天就不聊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来看看阿森纳。阿森纳过去5年的转会，除了20年受新冠影响，21到23年3个夏天，枪手净支出有 4.7 亿元，每年都超过1亿，让枪迷狠狠地过了一把瘾。其中包括21年的本怀特、厄德高，22年的热苏斯、金琴科，还有去年的莱斯和哈弗茨，短短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支能够直接向曼城发起挑战的球队。那有朋友会问了，曼联21到23年3年也恰好花了 4.7 亿，曼联怎么联赛第8呢？首先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在聊的是英超的豪门，大家就不要再跑题了。那其次呢，花了 4.7 亿，不也一样组建了一支直接向曼城发起挑战的队伍吗？只是你阿森纳是在联赛挑战，我曼联呢是在杯赛挑战，大家赛道不同，通力合作，齐头并进。而且曼联在敌后战场呢已经先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好我们回到阿森纳。今年夏天不比以往，阿森纳虽然买下了卡拉菲奥里，买断了上赛季租借的门将拉亚，但刨去卖掉史密斯罗的钱呢，目前净支出只有4500万。阿森纳过去2年离曼城只有1步之遥，更何况今年曼城又在转会市场上裹足不前，这不更是迎头赶上的黄金机会吗？毕竟连续2年拿到了亚军，今年也许就是真正夺冠的最好机会。俗话说事不过3，也就是说凡事干到了第3次应该就要成功了。比如说3顾茅庐、3弃周瑜、3上优亚、3打白骨精、3应战吕布等等等等。那枪迷们早就坐不住了，你是说趁热打铁也好，趁虚而入也罢，于情于理，阿森纳都应该重拳出击。可惜受限于 PSR， 阿森纳目前呢还是只能专注于卖恩迪凯亚。那红军利物浦就更别说了，24年下窗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动作，但想必红军球迷也早就习惯了。24年人还没买，先把小将卡瓦略2700万镑卖出去了。那有朋友会说，这个卡瓦略嘛，来头不小。前2周在美国季前赛，利物浦3-0曼联，首开纪录就是这个卡瓦略，禁区里直接晃倒了身配队长袖标的卡塞米罗，轻松破门。有朋友会问，卡塞米罗不是号称要去沙特吗？怎么还在曼联啊？那说到卡塞米罗呢，这次季前赛和去年还真是判若两人。去年和皇马踢季前赛的时候，皇马主教练安切洛蒂还笑嘻嘻地拍了拍胖虎的肚子，意思是你小子暑假过得不错啊。那果不其然呢，胖虎去年状态起起伏伏，最后一场足总杯据说因为没进首发，一气之下拒绝出赛，这也是传言卡塞米罗夏天要离开曼联的由来。但是今年胖虎的精气神不错，在现场看他踢利物浦，人瘦成了一道闪电，小肚子呢也长到了梅森芒特的身上。社区盾的时候，这哥们儿更是仿佛肚子里有一股火，这股火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股火我们球迷也都看在眼里，只是希望当胖虎的肚子转移到芒特和卢克肖的身上的时候呢，也能分一点火过去。那有朋友又会问了，你之前视频说卢克肖一到合同年就爆发，一续约就躺，还真被你说中了。去年躺了大半年，今年刚一开赛一场没踢又伤了。你看胖叔说了，今天说的是英超豪门，不说曼联，不说曼联。但是既然朋友们这么热心一再问跟曼联相关的问题，胖叔也只好浅谈一下。我呢更新了一个图，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图出自我去年在 B 站的第一个视频，叫做英超10年转会分析和曼联3大定律，又回到了最初的美好，心里暖暖的。那这个图下面是每年的
转会净支出，单位是100万欧，上面呢是前一赛季的排名，虚线是前4的欧冠资格区。那回头看看呢，当初我归纳的3大定律，如今已经被打破了2个。第一个定律呢，叫做欧冠留任定律，说的是过去10年，只要曼联主教练进了欧冠，一定留任；没进欧冠，一定下课。那我们看14年夏天，莫耶斯带队联赛第7，无缘欧冠，立刻下课。排名第7呢，也是刷新了曼联的下限啊！曼联球迷自英超时代以来，就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排名。那范加尔上任后的第1年带队第4，顺利留任；第2年排名第5，无缘欧冠，在足总杯夺冠的当天下课。那穆里尼奥走马上任，穆帅呢连续2年获得了欧冠资格，但是第3年军心涣散，欧冠无望，也黯然下课了。索帅也是一样，1年第3，1年第2，第3年欧冠无望，一样下课。到目前为止，欧冠留任定律都在生效，但是这个定律却在今年被滕子打破了。人家穆帅、索帅呢，好歹还坚持了2年才调出去，荷兰人感觉持久力不行，都是1年之后就撑不住了。滕子呢，仿佛是在重走范加尔的老路，也是上任第1年前4，第2年跌出欧冠，但是拿到了足总杯。不同的是呢，滕哈格成为了过去10年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欧冠资格却留任的曼联主教练。那乐观点看呢，这也许说明了拉爵团队不像格雷泽家族一样急功近利，唯欧冠资格论。但实际上呢，拉爵在夏天把欧洲名帅面试了一圈，甚至差点就定下图赫尔了。据说是图赫尔对于曼联开出的教练工资之低非常惊讶，也对夏窗的转会经费不满意，最后才吹了。那2个原因呢，其实都指向了财政公平法则 PSR， 而这种公然骑驴找马的行为呢，在足球界也是蛮稀奇的。滕哈格也是真职业，全程配合，只是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呢，接受荷兰媒体采访，略带阴阳的说曼联告诉我，他们和包括图赫尔在内的主帅都谈过了，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最强教练已在阵中。那这是不是说明曼联真的要死心塌地的跟滕哈格过了呢？其实未必。滕哈格的合同在进入今年之前是只剩1+1年，一开始的消息呢是曼联会给他一份新合同，结果谈了半天，最后只是激活了那个+1的条款，变成了2年。这基本就是骑驴找马 2.0 了。熟悉曼联合同史的朋友都知道，曼联真的看好你是要签新合同的。比如罗克肖、拉什福、马夏尔等人还剩1-2年合同的时候，直接就是奉上了5年的续约合同。而那些激活+1的球员，博格巴、马塔、林加德、瓦拉内最后都是走人了。今年激活了2个+1的球员，一个万比萨卡已经清理了，另一个林德洛夫要么今年卖，要么明年走，都不在球队的计划内。所以虽然看似留任，其实滕哈格的帅位还是摇摇欲坠。新赛季有点风吹草动，估计又是一番血雨腥风。那我们第2条定律呢，叫做前4没钱定律就是说曼联只要没进前4，下窗转会一定会重拳出击，不花1亿5不罢休。然而一进前4呢，立刻缩紧银根，预算只有5000万，不到1/3。那我用蓝条来标注转会支出高的年份，大约净支出在1.5亿左右；橙色条呢标注的是支出相对较低的年份，净支出在5000万左右。那具体的分析呢，我在前一个视频就不赘述了。那所谓的只要不进前4，下窗一定要重拳出击的定律呢，也基本在这个夏天被打破了。在买了切尔克泽和约罗之后呢，曼联也早早宣布预算有限，今年要卖1人买1人，送走了格林伍德和比萨卡，才最后吃进了德里赫特和马兹拉维。那有朋友会问，那格林伍德才2000多万，德里赫特5000多万，这是怎么配的平啊？那这里就涉及到了 PSR 和会计学做账的知识等我真的出 PSR 视频的时候呢，会详细解释，希望朋友们点赞支持，早日到5000大关。那今年夏天曼联没有重磅出击，倒也不能完全怪拉爵，那毕竟 PSR 眼皮子底下看看英超其他几强，曼联能花1亿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有球迷以为拉爵入主会和当初中东资本进驻曼城和大巴黎一样阔绰的买，那现在也可以醒醒了。今时不同往日，拉爵也没有油田，曼联想要复兴还是任重而道远。最后一个定律叫做3倍见效定律，但凡曼联因为丢失欧冠资格，一定会3倍投资，下赛季一定会再进欧冠。也因此，曼联虽然过去10年4次错失欧冠，但从来没有一次是连续2年错过欧冠的。那这个定律会不会在新一年被打破呢？我们就只能在新赛季拭目以待了。要知道，阿迪达斯跟曼联签下的合同规定，要是连续2年不进欧冠，赞助费是要降低30%的，到时候就更是被 PSR 钳制，进入了恶性循环。那曼联的欧冠资格前景如何呢？好消息是，今年英超还是有机会拿下额外的欧冠名额，把前4的任务变成前5。
那去年推行欧冠新制，给了额外名额，全世界都以为英超联赛肯定能拿下一个，结果纽卡抽到了死亡之组，曼联又抽到了 SSR 的奥纳纳，双双小组出局，一下子就把英超平均分拉低了。最终额外名额被德甲和意甲获得。那今年英超征战欧冠的阵容很好，除了老大哥曼城和去年出色发挥的阿森纳以外，还加入了善打硬仗的红军利物浦。那虽然维拉是欧冠出歌，但估计怎么也能比去年的曼联多捞2分吧。那今年是欧冠改制的第1年，规则和赛程都有了很多的变化。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欧冠新赛制全介绍》。而曼联球迷就没有必要去看这个视频了，毕竟我们的思考领域在欧联。希望今年曼联回到自己的擅长领域之后，能在欧战多拿一点积分。那新赛季在即，相信大家也跟胖叔一样迫不及待。希望各位观众的主队在新赛季一帆风顺。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再见。